番茄炒蛋出锅。哥哥，我好饿啊！这具身体的父亲前2年死在了征讨东突厥的战争中，母亲用抚恤金开了这么一家食肆，靠原主附近的同僚照拂才能勉强度日。可这段时间，那些同僚都各有杂物不再光顾，同一房的食肆又起了打压的念头，现在连温饱都难以解决，这都是一件件什么糟心的事啊！唉，7岁的孩子正是发育的时候，营养摄入不良又怎么长大？露露乖，大兄去给你弄些吃的。坑爹呢，这事儿已经穷到这厨房连做饭的材料都没有了吗？检测到宿主来到厨房，诸天美食系统解锁，新手礼包发送完毕，获得新手援助物品集成灶1台，基础厨具1份，基础调料礼包1份，厨艺礼包1份，顶级菜刀1把，高级身体强化药剂1份。果然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平步青云的路就送过来，这送的都是好东西啊，尤其是集成灶这个东西，炒菜可以说是食物界的工业革命。贴心小提示：目前煤气、纯净水、电能储备为0，请问宿主是否充值使用？贴心小提示2：煤气的价格是1文钱1立方，纯净水是2文钱1立方，电能是15文钱1度。竟然还有钱，真是一个死要钱的系统。这些就当饶头送给自己不行？算了算了，反正价格也不算贵。全部身家竟然只有7个童子，还想吃肉，自己刚才果然是想的太多了。这哪里吃得起肉？7个童子里有3文钱是必须要支出去的，用来买煤气、买水，剩下4文钱刚好不够买猪肉，哪怕多1文都好。算了算了，番茄炒蛋也是挺不错的。重新回到厨房，买了煤气和水，剩下4文钱换了2个番茄和5个鸡蛋，这下口袋空空，是真的一点余粮都没有了。番茄炒蛋出锅。哥哥，这是什么菜呀？这是番茄。番茄炒蛋这个名字虽然不差，但太直白了一些，名字的格调不够，卖不出高价，就叫金镶玉吧。这是哥哥研究出来的新菜，它叫做金镶玉，快趁热吃吧。哥哥，这道菜这么香，你能不能交给娘亲？娘亲要是会这道菜，家里的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放心好了，以后14的生意就由哥哥来负责，生意会成为全长安最好的。此去东阿，道遥路险，算是委屈你了。远去东阿不算什么，就是不知清河公主秉性如何，若也是个刁蛮性子，只求无量天尊保佑了。大兄，找些吃食吧，自昨晚就力素未食，现在倒是觉得有些饿了。大兄，你看那家食肆好大的口气，天下第一楼，有胆子说这样的话，走去看看这家铺子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店家，你这食肆自诩是天下第一楼，正是。都有哪些好菜？小店暂且只有1道菜。1道菜，只有1道菜，你也敢称是天下第一楼？1道菜足矣。若是你们吃了，觉得这道菜不能称作天下第一，你们把我店铺砸了都没意见。果真如此啊！要真是不能让我2人满意，我等可真的是能下手砸了你这铺子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当我是在说假话吗？那就劳烦店家来一道天下第一的菜式吧。20文钱。店家，你这是何意？本店小本生意，先交钱。要是不能让我2人满意，你就做好店铺被砸的准备吧。不多一会，尹轩就把菜放在他们2个人的面前，白瓷的盘子里面摆放着菜肴，入眼就是赏心悦目。程家2兄弟瞪圆了眼，盯着这道菜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是肉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天下第一的菜，这菜名叫什么？金镶玉。金镶玉这个名字还真是有些贴切。明黄澄澄的鸡子就是金，那鲜红色的珠玉配色明亮，连带着让人兴致都变高兴了一些。不带点肉腥的菜，你卖20文。吃一口你们就知道了。太好吃了！酸甜的汁水从鸡蛋里撵出，滚动着将口腔包裹起来，就如同灞河岸边的春风，浮动起的杨柳枝划过耳畔。刚刚心里的火气就被这细腻的滋味带起来的津液浇灭了。这种酸甜可口的清新滋味，就那么恰到好处的立在浓稠和寡淡之间。这口感啊，鸡蛋是如蛋花一般的形状，但却带着水煮蛋白似的韧性，而且这道菜里有一种形容不出来的滋味，让我的口腔始终都保持最高程度的愉悦。大唐人的饮食是很匮乏的，虽然说调料不少，可做饭的方式无非就是烤或者水煮。水煮是更常见的饮食，方便容易，可缺点也很大，要么过于浓稠，要么过于寡淡。2位客人怎么样？这道菜值不值得天下第一的名号？我跟随父亲吃遍了大江南北，就是一些寻常人都吃不到的
我也吃过，但论滋味、口感以及给人的幸福感，竟是找不到一个能与店家相媲美的。我活了10多年，也就是吃了这道菜，方才知道为什么孔圣人会如此强调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今儿个一早去玄都观祈福，怕是齐来的运气全都用在御剑尊店家身上。离开长安前还能遇见这种美食，是我之大幸。店家，再来1份金镶玉，另外再来4张蒸饼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暂时不提供主食，现在有且只有这么一道菜。那我从外面买饼过来，不知店家可与？你吃你的，与我何干？现在自家弹尽粮绝，提供不了主食，又何必拦着别人填饱肚子？不让人吃饱饭，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事了。那就劳烦店家再做1份金镶玉，我出去买些糊饼。程家两兄弟大口吃完，向尹轩行礼道谢后，转身离开。恭喜宿主为2名顾客提供服务，营收40文钱，净利润32文钱，获得经验值8点。8点经验值，这个经验值是用来解锁商城权限的，像是1级权限到2级权限，仅只需要10点经验。系统计算经验值的方式，好像是通过自己在系统消耗的金钱来计算的。2盘番茄炒蛋，自己在商城里花了8文钱，所以得到了8点经验值。等会儿，昨天晚上自己就做了1盘菜，怎么就没给自己增加经验值？系统给克扣了。用在自己及家人身上的消费，并非是14营收不增加经验值。坑钱啊，这是。算了，肚子里能撑航空母舰，不至于为了些蝇头小利和这个连人都不是的家伙争执。你俩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吃饭都不积极？醋量也就算了，怎么楚墨你也跟着如此？父亲，是孩儿今天和弟弟外出，在一家14里吃了道天下第一的美食。这一桌菜在孩儿眼中就显得有些寡淡无奇，除了鸡汤能下嘴外，其他的都有些下不了嘴。天下第一的美食？是的，天下第一。只是吃了1次，孩儿的舌头就已经快变成那家14的形状了。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吃？明日老子跟你们一起去见识见识。真他娘的好吃，这得是几天没吃饭才能做出来的吃相。店家你这菜真不愧是天下第一，但是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分量少了些。店家你这只有这么一道菜吗？不知日后会不会出一些肉菜？我不过今日才接手，肉菜日后当然会有的。店家，某是新任不良人，姓周，周小三，你唤某一声小三就可。您这手艺太值得我去教您这个朋友了。日后若是碰着什么麻烦，有什么不开眼的地痞莽匪，尽管童某开口。好家伙，一个男人竟有这么个名字，也多亏是小三这个词在大唐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只是单纯的一个数字。好，那就多谢您了。恭喜宿主为1名顾客提供服务，营收40文钱，净利润32文钱，获得经验值8点。宿主经验值满足要求，2级权限解锁，请宿主至商城页面查看详细情况。终于升级了，不知道解锁了一些什么食材。夜晚，尹轩回到屋里，随手打开了系统面板，进入商城。权限已然升到了2级，新的食材已经解锁，不过只解锁了3样新的食材，一个是土豆，1文钱一个。这种一凉一菜的食材，可是能做不少菜品出来。只可惜没解锁辣椒和醋，否则酸辣土豆丝也是一道绝佳的下饭菜。尹轩目光在商城的食材里扫视过去，一道勉强算是荤菜的菜品，渐渐在他脑子里成型。现在得琢磨一下，这道土豆肉丝该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了。今天劳烦店家再来3盘金镶玉。我们家出了一道新菜，金丝肉，你们要不要尝一下？金丝肉，一道新菜，是同金镶玉一样的好吃吗？这是自然，我的厨艺烧出来的能有不好吃的东西。那不知道这道金丝肉价钱几多？30文钱一份。那就劳烦店家给我们做2份出来。3道番茄炒蛋早就已经被他们3人横扫一空，现在就直直地盯着尹炫手里的土豆肉丝。番茄炒蛋给他们开了胃，现在正是馋虫上头的时候。金丝肉
这名字起得好，金丝就是这盘子里黄澄澄的细丝，真不知是何等食材。想了这么久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能与之对应的食材出来。这金丝仿佛在自己嘴里跳动开来，爽脆劲道，嫩滑的肉丝成了中和剂，让这劲爽的感觉外，还有一层柔和作为缓冲。难道是羊肉？可一丁点的膻气都闻不到。不，这绝对不会是羊肉。如果有油脂的话，羊肉里的膻气只会更重，那就是牛肉。牛肉虽然好吃，可牛肉的肉味也不是这样的。在大唐吃牛更是犯法的一件事。这个店家看上去就是一般的平头百姓，应当不至于做出这种事。店家，你这菜里的是什么肉？是猪肉。猪肉不是骚得很，怎么能做的这么好吃？是有什么诀窍吗？这位贵人，不知道您打听这是做什么？这可是咱吃饭的本事。店家，是我唐突了，情不自禁，尚能理解。不过嘛，这个不过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真的愿意把如何处理猪肉的方法里教出来？如何把猪肉处理得如此滑嫩的法子，我是不会教给你们的。但怎么让猪肉没有骚味的法子，还是能说的。店家是如何让猪肉没有骚味的？这个嘛，你觉得我会平白无故的说出去？用这个法子养猪，不比养羊、养牛什么的便宜得多。你什么都不给我，就想空手套白狼的拿走这个法子，是不是想的有些多了？那店家你想要什么？我倒是认识一些官吏，如果这个法子真能像你说的那样，养出来的猪没有骚味，说不定还能给你拨一个农官做官什么的就算了，你要是真想要这个法子，要么拿地来换，要么拿钱来换。你不愿意做官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打算换多少地，或者是说要多少钱？这一家人少说是个贵族，可寻常贵族要这个法子有什么用？而且寻常贵族都不会理解，养出来的猪肉不骚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。看他年纪40出头的样子，还能有这番眼力劲儿，那就有可能是大唐最顶尖的那一批贵族了。就是不知道面前这个男人会是这些人中的哪一位？2亩良田，或者是100贯钱。尹轩要田，当然不是自己要去种地，而是准备给自己手里的这些蔬果找一个大众能接受的说辞。2亩地把这个法子卖出去的价格并不算高，刚巧是处于一个赚的不多，还能卖面前这个贵族一个人情的价格。只要自己不涉足官场，这个人没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那他们成为朋友之后，就一直都会是朋友。程咬金已经做好了被狮子大开口的准备，可这个价格让他有些意外。2亩地多不多，那就要看在谁的手里了。你真要作价2亩良田？我是开14的，又不是养猪的，这个法子对我没什么用处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好，那咱就交一个朋友，就劳烦店家写出法子，我就让犬子回家取地契去。说着，他扭头一看，桌子上2盘土豆肉丝已经被他的那2个好儿子吃完了，现在正眯着眼用蒸饼抹着盘子上剩下来的酱汁。他奶奶的，还吃？不知道跟老子留一点！快去回家找2亩良田的地契出来。尹轩拿过地契，抬眼一看，地契上面写的程之杰这3个字，不过他就装作不知道程之杰这3个字代表什么。程咬金也没觉得尹轩一个平头百姓会知道卢国公的全名是什么，这又不是一个昭告天下的消息。这就是养猪不膻的法子了。程咬金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不由得愣住。腌了，就这么简单？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么简单，怎么就一直没人想到？你养鸡会把公鸡给阉了吗？大部分人养猪不都是要留着配种，生出小猪来的？可只要生过一次，这肉的味道就会变骚。程咬金点点头，一脸受教的神情。尹轩接下来又和他详细的说了一些后世养猪的经验。你这次找朕是有什么事？犬子程处长寻到了一个利民利国的法子，臣特代替犬子向朝廷献策。说，朕来听听。犬子寻来的是如何养猪还能让猪肉不骚的法子。这还真是一个利民利国的事。如果猪肉不骚的话，那天下百姓就可以多吃一些肉了。只需在公猪发情之前将它腌了，那自然就不会生出骚味。只这么简单就可以了。程咬金点点头，又一股脑的把自己从尹轩那里听来的养猪法门导了出来，像是如何搭建猪圈，怎么通风，怎么喂食，甚至还有要医家研究驱虫的药物。程咬金一股脑说了很多。这是你儿子寻来的法子，这个法子可不是一般农家能够研究出来的。你儿子莫不是强取豪夺过来的？我老程家怎么可能会是做出这种事的？真是犬子程处亮寻来的，花了2亩地从一位不愿入朝为官的世外高人手中求来的。不愿入朝为官？是的，怀真坊有一家同福14，店家的手艺天下第一。犬子程处亮正是从他手中求来的养猪秘方，真真切切是天下第一的手艺。臣不敢妄言，但在臣这些年间吃过的东西里，那家14的手艺的确天下第一，无人能比。长安城里竟然还有如此奇人，后天朕倒是有一些闲余时间，后天的时候你再来找朕，
带朕去见识下那天下第一的手艺究竟如何。微臣遵命。行了，关于你儿子的赏赐，会在朝廷验证养猪的法子之后，如实上议下放的。那臣替犬子谢过陛下。随着这2日14的盈利，系统权限终于是解锁到了3级。这就是这次解锁的新物品，说有用吧，多少是有些用的。像是姜的出现，能丰富葱姜水，在腌制肉丝的时候，味道能更丰富一些。大蒜在炒土豆丝的时候，也可以放进去一些。大豆油更不要多说。恭喜宿主解锁3级权限，触发系统惊喜神秘大礼。居然是酒水，赚钱的大头其实就在酒水上。粮食这种东西是必需品，如果溢价太多会被人冲的。但是酒水不一样，酒水不是必需品，价格再高无非不喝罢了。能这个时候把酒水解锁，简直是最好不过的消息。是否花费100文钱购买清香型白酒1斤，限量1瓶？限量这种东西竟然限量1瓶，果然对这个死要钱的系统抱有什么期望？还是自己太天真了。100文钱对现在的自己来说可不是什么小数目，买这么1瓶酒要是卖不出去，多少有些亏。等有冤大头上门，自己再喊有一个高价出来，把钱拿到手，再买下来也不迟。你确定就是这里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陛下，您别看这里平平无奇，或者说有些落魄，但里面的手艺，俺老成用脑袋担保，绝对是天下一绝。你要是担保有用，脑袋早不知道要掉多少回了。行了，那就去看看。不知店家今日可出了什么新的菜品？新菜品还真的没有，不过我这倒是酿出了天下第一的酒水，唤作琼浆玉液。酒水还是天下第一的酒水？那给我们拿上2壶。我这酒水不按壶卖，而是按两卖，1两1罐钱。1两1罐？你这不是14，怎么又经营起卖酒的生意来了？要知道，朝廷可是不准私自酿酒的。武将是没那么高的政治敏感度的，这个人是同城咬金一同来的，多半是兼有武职的文官。大唐这样的人可不多，我家自然也是孤散户，只不过没挂酒旗罢了。14先前都是家母操持，他能经营得起14已经颇不容易，更遑论酿酒的事。我这1壶酒不过妙手偶得，自个儿还在琢磨怎么能稳定出产，就先不挂酒旗了，等日后能稳定出产再说。可策，我听说若是缴不足酒税，这孤撒户可是会被夺了的。我父为大唐牺牲，只留我一家孤儿寡母的操持生计，念我母可怜，就一直替我家留着。大唐并不是单纯的以法治国，亲亲相迎也是构成社会的重要一环。甚至唐律中对此还有明确的规定，谁会和一个寡妇过不去？尤其是这寡妇的丈夫还为大唐献国捐躯了。那就先给我2人，一人来上半斤。1天1人只限1两。1两，这是溜鱼呢，1两能尝出来什么滋味？我这酒可不是你们寻常喝的那种酒，你们没喝过，1两让你们适应适应就差不多了。要是喝多了，酒后失言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。1两就1两吧，那劳烦店家给我2人，一人1两。我没带那么多童子，能先欠着吗？不能。那用金子代替呢？金子能花出去，你给我花一个看看。在青楼的时候，这种金叶子可受欢迎了。那劳烦店家先给我们上菜，我去让人取铜钱回来。这家14还真是有趣，竟然还有这么个规矩，你吃瘪可不多见。陛下，我以为多准备些童子就好，没曾想竟然还不够，我出去差人取钱过来。你说的那个世外高人，就是方才的那位年轻人？当然是他，还能是谁？是不是太年轻了些？是啊，陛下您不说我都没注意到，店家的确是年轻的很。二郎，这道菜是金镶玉，酸甜咸鲜的口味。这道菜是金丝肉，口感口味都是绝佳的一道菜，快尝尝。金丝肉这道菜看起来是很清淡的一道菜，可在口腔里爆发的味道是复杂的，是厚重的，远没有外表看起来的那么清淡。这金镶玉汁水丰富，入口之后酸甜可口，真是美味啊！对了，给你们提个醒，这酒入口虽柔，但内里却烈得很，喝的时候别太急躁。好酒，他奶奶的是真的烈，老子都差点没驯服住他。香、甜、辣这3种滋味，一瞬间同时在口腔里爆发出来。这一口小小的酒水入肚之后，却迸发了极大的能量。以前喝的那都是什么东西？和这一口酒相比起来，以前喝的那都是和水一样寡淡的玩意。姐姐，你长得好漂亮，你也很好看呀。尹露露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灰扑扑的模样了，小脸蛋被洗得白白嫩嫩的。姐姐长这么漂亮，是因为天天洗澡吗？自然是要天天沐浴的。哥哥没有骗我，要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果然是要天天洗澡。店家，你这酒好，1罐值。
就是卖的太少了，要是能多一些就好了。店家，令尊是为大唐捐躯了。是的，那我又听知节说，你不愿意入朝为官，是因为你父亲的原因？倒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，只是单纯不想入朝为官罢了。我素来有乡人之能，看你也不似寻常人物，卖给知节的那养猪法门也非常人能钻研出来的。你有本事，为何不当官为民，上报国家呀？刚才程咬金称呼他为二郎，那这个男人多半就是当今的大唐皇帝李世民了。客人，你想入朝为官，那是你的志向，我不愿意当官，那也是有我的考量。每个人的追求不同，没必要把你的追求强加在别人的身上。我这里经营的是14酒馆，客人来这里吃好喝好，那不就好了？如果你有什么苦恼，我也可以倾听，可以提出一些意见，大家萍水相逢陌路人，同福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店家说的是我唐突了，能说出这么一番话，有这么一番见地的人，在读书人中怕都是拔尖的。若是入朝，不一定会成为朝廷的栋梁，但做好一名8、9品的官，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为什么会不愿意当官呢？头一次见到父亲被对了之后，竟然一点脾气都不撒的，这个叫做尹轩的男人真是有意思，长得好看，做菜好吃，还一直教自己妹妹认字，现在还能把父亲对的一点脾气都没有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？店家，我一直觉得奇怪，你这金丝是什么食材？我琢磨了半天，竟是没想到是哪个蔬果。炒制这道菜用的就是这2种果子。这是什么果子？某怎么从没见过？这个果子叫做黄金果，是我偶然在野外发现的一种果实。尝试了之后，发现它是一种很优秀的菜。这个果子叫做珠玉果，也是我在野外偶然发现的一种果实。和黄金果不同，它是一菜一果，即便没有烹饪，也是可以直接食用的。我能尝一尝吗？10文钱。一个果子就要10文钱，10文钱都够买3斗粟米了。这果子可是难养得很，你可曾在我这间14外见过这种果子？行吧，那给某来3个。爽脆的口感，浓郁的酸甜，一股大自然清醒的草酸气息在鼻腔里迸发出来，即便不加烹饪，这也是最上品的滋味。好果子啊！农务之士历来治国之根本，虽说农官的地位向来不怎么高，但不管这个行业的地位高不高，有本事的人一直都得值得人去尊敬的。陛下，不是说出去是天下第一的美食，怎么一身酒气就回来了？您这是喝了多少？是去吃天下第一的美食了，不过也尝到了天下第一的美酒，喝的倒不多，只不过1两而已。1两酒能到这种程度？那不是寻常的酒，酒如其名，就是琼浆玉液。朕这么多年是头一次喝到那么好的酒。那家14真有卢国公说的那么好？那瓜总嘴拙，描述的不如14/10的好。不过世外高人的说法却没什么问题。观音壁啊，你是不知道，那瓜总没说清楚。朕还以为那世外高人是前隋移民，可谁能想到那14的店家竟是个比程前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，手艺是真的天下一绝。除此之外，朕还发现他是个有才华的人，谈吐颇为不俗，在农事上他的本事说不定不逊色于我朝廷的司农郎。不过可惜，朕没问出来他为什么不愿意入朝为官。还有陛下您问不出来的事，他就这么往事。在他面前，我可没暴露自己皇帝的身份，朕是做了这个位置才知道，得兢兢业业、胆颤心惊的，不能做出哪怕一点不该皇帝做的事。他那倒是个好去处，店家做的菜好吃，说话也有趣，就当是和他交个朋友。朕也是需要一处散心的地方啊。原主的母亲王氏从外面回来，王氏想要问自己哥哥借一些童子，好歹把这段时间撑过去，可却被嫂子破口把他骂了出去。回到家后，发现儿子这居然在经营14的生意，而且还赚了不少。尹轩从昨晚开始就在琢磨怎么和王氏解释这件事。王氏毕竟还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，总不能一点都不做解释，所以就编了一个仙人授业的幌子，糊弄了过去。客人是要吃食，那便进来吧。不过客人可要快些，宵禁就要到了。正阳贤侄，你莫不是不认识我了？是你这个坏人，哥哥，就是他之前一直欺负娘亲，欺负我们家。原来是你，快活林的掌柜，这么晚来我店铺是有何贵干？贤侄真是好手段，本以为你家维持不了几日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力挽狂澜。有话直说，有屁快放。我来这是想和贤侄做一个生意，我先前是有些对不住你们一家，不过做生意嘛，总归是要在乎利益的。可我回去之后想了想，我这做的太过分了。我大唐人向来是讲仁义礼智的，所以我琢磨了一下，2贯钱买你这家14，你看怎么样？
你倒是一名合格的商贾，脸皮够厚，心够黑的，说出这种话也不怕笑掉自己大牙。厚脸皮，黑心肠，2吊钱就想买我家14？哼，我哥哥酿的酒1两就卖出去1吊钱啦！1吊钱1两的酒，这还有人愿意买？他的眼神更加贪婪了起来，赤裸裸的不加掩饰。他算得太清楚了，如果自己能把同福14拿下来，那收获到的东西简直不要太多。乌撒户的资格，那2道绝美的菜肴，甚至还有能卖1两1罐的酒水。贤侄，我还没规矩，你叫我什么？贤侄？贤侄是你能叫的吗？叫我阿爷，明白了吗？算了，你便叫我名字吧。有你这么个孙子，我也是够丢人的了。不愧是读书人，倒是牙尖嘴利。现在给你个机会，2吊钱，把你这铺子卖酒的资质、那2道菜的做法，还有酿酒的法子都卖给我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放得真响，有够臭的。放得真响，有够臭的。快活林掌柜快把自己的牙给咬碎了，恶狠狠地瞪了尹轩一眼，提着2吊钱晃晃悠悠地离开。我儿啊，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刚才一条老狗过来，朝着我吠了几声，但你儿子我有浩然正气，他就夹着尾巴逃了，还放了一个很臭的屁。女儿佳佳怎么能说这么粗鄙的词？一天天净学一些不好的东西。今晚我考教考教你，看看这段时间你进步如何。你哥哥抽出时间教你识字，可千万别浪费了。没必要这样，还是哥哥好。晚上点灯读书容易熬坏眼睛，明天再考教也不迟。娘，你说咱们搬到2进2出的大院子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别赚了些钱就想着挥霍，你以后娶媳妇什么的都是花销。那些好人家的姑娘养起来可是要花不少钱的。再说了，2贯钱只能买一间比咱家好一些的门面。放心好了，是有人会免费把一座2进2出的院子送给我的。